江婉婉怎么也没想到，这趟丈夫亲自安排的散心之旅，竟然会成为她的催命局。盘山公路上，她一边开车，一边和丈夫江岩通电话，语气里满是幸福和依赖。老公，这里风景真的好美，谢谢你为我安排的这趟散心之旅。那公司的事情就先交给你打理喽。老婆，你好好放松一下，我保证等你回来，公司会焕然一新。听到这话，江婉婉彻底放下了戒备，她轻轻摸着隆起的小腹，眼里满是泪光，正准备告诉江岩一个足以改变他们人生的消息。老公，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可话还没说完，意外就发生了。他打开手刀箱想拿纸巾，一张保险单却突然掉了出来，而那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被保人是慕寒，受益人却是江燕。车里怎么有一份保险单？老公，喂。下一秒，电话那头传来的不再是江燕的声音。江岩，你到底做了什么？江婉婉，这么多年，我想要的你不是都会满足的吗？那就再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再见了。阿燕，他还没死啊？一句他还没死，让江妍稳瞬间头皮发麻。他终于意识到不对，连忙去踩刹车，想把停下来。可他很快发现刹车竟然失灵了。这一刻，江婉婉终于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散心之旅，而是一场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死亡陷阱。偏偏前方车辆迎面驶来，刹车失灵，退无可透。江婉婉只能猛打方向盘，强行避让。下一秒，车子失控撞上护栏，直接冲出悬崖。而在汽车腾空坠落悬崖的瞬间，电话里又传来了一道男人的声音，那是陈峰的声音。可江婉婉并没有死，在睁眼时，她竟然回到了学校教室，四周围满了同学，所有人都在盯着她看。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场景，让她整个人都愣住了。江婉婉，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装聋子呢？这道声音一响，江婉婉猛地抬头，坐在她面前的人竟然真的是江岩，而她身边坐着的正是穆小雅。看到这两张脸，江婉婉心里的恨意一下就涌了上来。她明明已经死过一次了，可现在她竟然又回到了这一切开始的时候。你聋了？我说这咖啡太烫了，让你给小雅去换一杯，你听不到吗？教室里，江婉婉低头看向桌上的那杯咖啡，熟悉的画面像利刃一样猛地刺进她的记忆里，因为这一幕她太熟了。那是10年前，江岩为了哄穆小雅开心，指使她去买咖啡，可就在买咖啡的路上，她出了车祸。事后，江岩怕被父亲责备，竟逼他谎称自己是逃课出去玩才会被撞。结果他不仅替江燕背了锅，还被父亲直接关了禁闭。前世的委屈、屈辱和疼痛，在这一刻瞬间翻涌上来。江婉婉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是真的回到了噩梦开始的地方。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听到这句熟悉的话，江婉婉心里的怒火一下就烧了起来。她怎么都没想死过一次，再睁眼，江燕居然还是这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下一秒，她没有像前世那样忍气吞声，而是反手一巴掌，狠狠甩在了江燕脸上。江婉婉，你有病吧？阿燕，你没事吧？清脆的巴掌声直接把教室里所有人都打懵了。江婉婉低头看了看自己发红的手掌，掌心传来的刺痛让她心头猛地一震。会疼，这不是梦，她真的重生了。确认这一点后，江婉婉缓缓抬起头，再次看向江燕，那眼神又冷又狠，竟看得江燕心里一慌。这一刻，江燕也察觉到了不对，今天的江婉婉和以前那个对她唯命是从的傻瓜，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可即便心里发虚，毕竟这么多年，她早就习惯了踩着江婉的真心，维持自己所谓的大少爷体面。算了，我不跟女生计较，你现在立刻去买咖啡，我就原谅你，继续让你跟在我身边。说完这话，江燕还故作大度地整理了一下衣服，重新坐回座位。可在江婉婉眼里，她此刻的嘴脸简直可笑到了极点。穆小雅明着装好人，实际上字字句句都在拱火。阿燕，这样不好吧？毕竟婉婉是个女孩子，咖啡店还挺远的。她这种人就适合做这种事情，这样才符合她的身份。话音一落，周围同学立刻低声议论起来，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江婉婉在爱的毫无底线，根本不是他们那个笑话。肯定会啊！江婉婉那么喜欢江岩，江岩说再过分的事情她都会答应，何况是买杯咖啡？真的是太丢我们女生的脸了。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江婉婉慢慢看向桌上那杯咖啡，随后伸出手把它拿了起来。教室里不少人都皱露出了果然雏形，就连江岩都忍不住得意起来。他以为江婉婉终究还是和以前一样，只要他一摆脸色，他就会乖乖低头。你看，我说吧，江婉婉还是狗改不了吃屎。江燕越发得意，甚至已经开始享受这种把江婉婉踩在脚下的感觉。快点去，记得我们小雅喜欢吃甜，放全糖。可下一秒，所有人都傻眼了。只见江婉婉歪头一笑，眼底却没有半点温度。紧接着，她抬手就把那杯咖啡狠狠泼在了江岩脸上。滚烫的咖啡混着全场的死寂，瞬间把气氛推到了顶点。江岩猛地从座位上弹起来，整个人都炸了。同学们更是当场看呆，谁都没想到那个曾经围着江岩转的江婉婉，居然会当众狠狠干回去。我操，有好戏看了！快，我的手机呢？江婉婉，你疯了！我看疯了的是你吧。一杯咖啡泼下去，整个教室瞬间炸了。谁都没想到，曾经对江岩言听计从的江婉婉，今天居然会当众把人收拾得这么狼狈。咖啡太烫，喝不下去。这种理由你也说得出来？穆小雅不是喜欢凉的吗？现在不烫了，你这么心疼她，就自己给她擦干净。这话一出，旁边的同学顿时笑成一团。婉婉，你这样太过分了。可江婉婉听完，只觉得可笑。比起前世他们对她做过的事，这才哪到哪。喝全糖不代表你甜，只会显腻。还有，少夹着嗓子跟我说话，难听。几句话下来，穆小雅被怼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江婉婉，叫我干嘛？以后请叫我江大小姐。这一句话直接把全场都听愣了。下一秒，四周爆发出更大的笑声。江婉婉，你是想当大小姐想疯了吧？对啊，婉婉，你不是江家佣人的女儿吗？还让江少叫你大小姐。听到这几个字，江婉婉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些年江燕一直都是这么对外编排她的。佣人的女儿？谁说的？是江燕告诉你们的吗？对啊，你看你浑身上下哪里有大小姐的样子？
哪像江少一身名牌？如果我说他身上的所有名牌都是我买的呢？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江婉婉，撒谎也要有个限度。阿燕身上的东西哪个不要几十万？你买得起吗？可穆小雅不知道的是，江燕这些年穿的、戴的、撑人面的东西，几乎全都是江婉婉一点一点堆出来的。当初江父把江岩从福利院接回来，怕他因为孤儿身份自卑，江婉婉便处处照顾他，把最好的东西都让给了他，甚至连自己的零花钱也一次次花在他身上，只为了替他撑起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捧出来的不是知恩图报，而是一头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好了，大家别说了，婉婉跟我一起长大，一时想差了，说错话也正常。一句话他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江婉婉只觉得可笑。阿燕，我看中了一个包，周末陪我去买好不好？好，挨给你，走吧，我们去吃饭。可江婉婉知道，她现在花的、穿的、装出来的一切，原本就都不属于她。站住！江婉婉，你又想干嘛？把你身上所有名牌给我脱下来！江婉婉那句话一出口，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一瞬，谁都没想到，她不但敢当众泼江燕咖啡，现在居然还敢逼她当场脱下名牌。你说什么？你是聋了吗？我说现在，立刻，马上把你身上的那些名牌给我脱下来！江婉婉，我劝你清醒一点，你知道你再继续惹我后果是什么吗？可面对江燕的威胁，江婉婉不但没退，反而一步一步朝她走了过去，因为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江婉婉手里攥着她最不敢被人知道的秘密。你忘记我是什么身份了？还是说你忘记了自己是什么身份？哦，看来你是真的忘了。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10年前，爱心孤儿院。闭嘴！这2个字一出口，江燕的慌张已经藏都藏不住了。江婉婉等的就是她这副样子。你敢命令，还敢威胁我？什么态度啊你！3巴掌下去，全场彻底看傻了。以前那个围着江燕转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江婉婉，今天像是彻底换了个人。江婉婉啊，你现在立刻跪下来跟我道歉，否则我真的会教训你。可比起表面的震惊，更多人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因为如果江婉婉真的只是个可以任人拿捏的人，他怎么可能敢把江燕逼到这种地步？教训我，江燕，借你3胆，你敢吗？你江婉婉都这样打他了，他居然还能忍，看来这个江婉婉的身份真的不简单。听着周围越来越不对劲的议论，江燕心里彻底慌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绝不能让大家发现他和江婉婉之间真正的身份关系，不然他这些年苦心经营出来的大的少爷体面就会当场碎得干干净净。好，江婉远，你说的，那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一下。话音落下，江燕眼底闪过一丝狠气，下一秒，他抬起手朝着江婉婉直接打了过去。在江燕那一巴掌即将落下来的瞬间，半空中的手突然被人一把狠狠攥住，那力道又快又狠，直接让江燕整个人都愣住了。江婉婉也下意识抬起头，可当他看清来人的那一刻，眼神却猛地一颤，因为站在他面前的这张脸，他太熟悉了。是顾时周。看到顾时周的这一刻，江婉婉的记忆瞬间被拉回了上一世。那时候，为了替江燕和穆小雅买演唱会门票，她一个人奔波在外，却没想到竟因此被一群小混混盯上。空荡荡的街道上，她一路狼狈奔逃，可最后她还是被那群人追上了。下一秒，她被狠狠扑倒在地，手机也被甩了出去。江燕，救我！江婉婉，我告诉你，赶紧把票送过来，我跟小雅都等好久了。那一刻，江婉婉终于明白，在江燕眼里，她的死活从来都比不上穆小雅一句高兴。他拼命挣扎，却怎么都挣不开。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冲了出来，那人一把拽起压在他身上的小混混，抬手就是狠狠一拳。那个人正是顾时周。紧接着，双方瞬间扭打成一团。可那时的江婉婉早已被吓到浑身发抖，很快就失去了意识。等他再醒来时，一切都已经晚了。顾时周因为打架被调带走，学校也给了他退学处分。那个原本前途光明的人，就这样为了救他，硬生生断送了学业。而那一眼，也成了江婉婉前世最深的一道心结。记忆戛然而止，江婉婉再次回到现实。只见顾时周手腕一甩，直接把江燕狠狠推开。你没事吧？听着这句熟悉的关心，江婉婉心里一阵发酸。上一世，顾时周为了救她，丢掉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未来。这一世，他绝不会再让同样的事情重演。我没事。怎么找帮手来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跟我道歉，我就不追究了。听到这话，江婉婉只觉得可笑。都到了这个地步，江燕居然还做着让她低头认错的白日梦。看来你是不想脱了。没事儿，我不介意找人帮帮你。你以为你是谁啊？江婉婉没有再跟他废话，而是直接拿出了手机。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她不打算再陪这2个演下去了。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踩着她耀武扬威，那她今天就亲手把他们最得意的假面彻底撕下来。我是谁？一会儿你们不就都知道了？说完，江婉婉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拨通了电话。喂，管家。江婉婉那句喂，管家一出口，江岩脸上的嚣张几乎瞬间就僵住了，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一旦江家的管家真的来了，那他这些年苦心维持的假身份就彻底瞒不住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刚刚说的不是很清楚吗？你还没有听明白啊？江岩咬了咬牙，最后还是把火压了下去，因为现在的他不敢赌。好，我给。话音落下，江岩只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手上的手表、项链一件件摘下来，重重拍在桌子上。这下你满意了吧？可江婉婉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目光很快又落到了他的脚上，准确的说是落在了那双鞋子上。还有你脚上那双鞋子，这鞋子可是全球限量款啊，根本买不到。这个江婉婉也要，太过分了吧？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双鞋本来就是江婉婉买的。上一世为了给江岩撑面子，他提前1个月飞去国外，没日没夜排了整整1周的队，才把这双鞋抢到手。可这样费尽心思换来的不是感激，而是背叛和羞辱。江婉婉，做事有个限度，给你了我穿什么？那就不穿呗。
我记得那年你来我家时，一句你来我家时，瞬间让江燕脸色大变，因为她知道江婉婉再往下说自己最不想被人知道的过去，就真的要瞒不住了。别说了，我脱。阿言，不就是一双鞋子吗？想要给他就是了。江婉婉，记好了你做的这一切，别后悔。丢下这句狠话后，江燕再也待不下去了，转身就带着穆小雅气冲冲离开了教室。这一世，真正该后悔的人，从来都不是他。另一边，顾时舟也一直在看着江婉婉，他忽然发现今天的江婉婉和从前那个沉默隐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可比起疑惑，他心里更多的反是一种说不出的在意。对了，这次谢谢你帮我，放学后一起去吃冰激凌怎么样？我请客。啊？你是说我吗？对啊，这里还有其他人吗？就这样说定了，不见不散哦。那这些东西，顾时舟说的是桌上那堆被留下来的名牌，可江婉婉看都没多看一眼，只是随意笑了笑。帮我丢掉就好了。丢下这句话后，江婉婉头也不回的走了。顾时舟在原地里看着他的离开的背影，唇角竟不自觉地扬起了一丝笑意。放学后，江婉婉早早就站在学校门口的车旁，安静地等着顾时舟。而另一边，江岩正被穆小雅扶着一瘸一拐地往外走。没了那双限量款鞋，他脚上的袜子早就被磨破了，看起来狼狈的不行。阿燕，我知道你心善，你就算可怜他，也不用这样子吧？你看你脚磨的。哎，没事儿，就当我打发要饭的了。还好你们家每天司机都来接，不然你这样子走回去，怎么受得了？听到这话，江岩脸上总算找回了一点优越感。可下一秒，两人一抬头就看见了前面那辆车，也看见了站在车旁边的江婉婉。阿燕，你看你们家车，江婉婉。他在车旁边干什么呢？在他看来，江婉婉一定是后悔了，所以才会乖乖站在这里等他。大概是想跟我道歉吧。哼，这次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原谅他。江燕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江婉婉让他当众出丑，他可不会因为几句软话就轻易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是怕阿燕回家的时候不能蹭车了吗？这是我家的车，我干嘛要蹭？你家的车？谁不知道这辆车每天都是来接送阿燕的？什么时候成了你家的车了？眼看江婉婉又要把话题往身份上扯，江岩心里顿时一紧。行了，别说了，我脚疼死了，先让我上车。还有，小雅，我回家顺路，正好送你一程。说完，江岩就像回自己地盘一样，伸手把江婉婉拨到一边，直接去拉车门。可下一秒，江婉婉一把将他拽了回来，紧接着抬脚就把他踹到了地上。我说让你上车了吗？这一脚直接把江燕踹懵了，他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脸色难看的几乎要滴出水来。江婉婉，你有完没完？你在这里等我，不就是想跟我一起回家的吗？现在趁我没生气，扶我上车，赶紧的。谁说我在这是等你了？都到了这个份上，江燕居然还以为江婉婉站在这里是专门为了等他。哼，你不是等我，那你等谁啊？话音刚落，一道声音突然从不远处传了过来，下一秒，顾时舟从远处快步跑来，直接停在了江婉婉面前。婉婉，不好意思，是不是让你久等了？这一声婉婉像一记无形的耳光，狠狠抽在了江岩脸上。原来江婉婉站在这里等的人，从头到尾都不是他。没事，我刚才趁着空闲运动了一下，也不无聊。我们走吧。他这句运动了一下，听起来轻飘飘的，可落在江岩耳朵里，却比直接羞辱他还难受。江婉婉，你什么意思啊？可江婉婉根本懒得搭理他，他非但没回话，反而故意冲着江岩做了个鬼脸。可就在他的手刚碰到车门的那一刻，江岩却突然伸手死死卡住了车门。车门被江岩死死卡住后，他脸上的嚣张终于撑不住了，因为他很清楚，再这么闹下去，丢人的只会是他自己。江婉婉，你闹够了没有？你这样子让同学们看到了怎么想我？到了这个时候，江岩在乎的居然还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别人会怎么看他。他们怎么想你，跟我有关系吗？那你起码要先把我送回去吧，我这连鞋子都没有，我怎么回去？跑回去呗。江燕，我的车只拉人不拉狗，我嫌脏。这句话一出，江燕当场就炸了，她气急败坏地冲上前，伸手就要去拉江婉婉。燕，上次的教训给的不够是吧？再动手动脚的，小心我对你不客气。走吧。这一拳不只是替江婉婉解围，更像是在明明白白告诉江岩，从现在开始，江婉婉不是他想碰就能碰的人了。另一边，离开学校后，江婉婉和顾时舟并肩走在路上，他手里拿着冰淇淋，整个人像是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口多年的大石头。爽，太爽了！一个冰淇淋就能给你高兴成这样？可江婉婉心里清楚，让她高兴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冰淇淋。当然高兴了，我今天终于告别过去，重新做回自己了，也不枉我。过去。江婉婉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说漏了嘴，毕竟重活异常这种事说出来，换谁听了都得觉得离谱。不过你今天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你总以江燕为中心，虽然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变了，但我很不开心，至少不会再被人左右了。听到这话，江婉婉这才发现，原来顾时舟一直都在默默关注她。她忽然开始怀疑自己前世的眼睛是不是瞎得太彻底了。我真的是脑子袖扣了。你怎么了？没事儿。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帮我补一下课吗？以前总是逃课出去给江燕买东西，学业落下了很多，我想抽空补习。因为前世的他为了江燕逃了太多课，也错过了太多原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白给我补习的，我会给补课费，你开个价。顾时舟听完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静静看着他。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也可以。我愿意。回答来得太快，反倒让江婉婉愣了一下。
可下一秒，他眼里的惊讶就全都变成了藏不住的开心。学校里的风波结束后，真正的清算才刚刚开始。回到江家，江婉婉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书，神情平静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没过多久，江岩就一身狼狈地回来了。进门后，他先看了江婉婉一眼，却没敢像以前那样摆脸色，只想装作无事发生。站住！江婉婉，如果你想道歉的话，就不必了。王妈。下一秒，佣人立刻拎着一桶水和拖把走了过来，直接扔在江燕面前，而江婉婉则端起桌上的水杯，像是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江婉婉，你什么意思？10年前，我爸爸把你从孤儿院领回来，是为了让你陪我长大，不是让你赖在江家当大少爷。现在我长大了，不需要你了。江家不养闲人，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收拾东西离开江家，要么自力更生，赚钱养活自己。王妈特地给你留了活，你现在开始做，说不定还能赚一顿晚饭钱。这番话像刀子一样，刀刀都戳在江燕最不愿面对的地方。逼我？你不就是看我跟小雅走得近，吃醋了，想引起我的注意力吗？你以为你这样子说，我就会服软吗？看来你并不想干啊。王妈，找人把江燕的东西收拾一下，连人带物都给我扔出去。是。这一下，江燕终于彻底慌了，因为她听得出来，江婉婉不是在吓唬她，她是真的要把她赶出去。江婉婉，你来真的，你不能这么做。江家只有我这么一个大小姐，我不能这么做。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做事了？这一刻，江岩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江婉婉早就不是以前那个会围着她转、被她随意拿捏的人了。婉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道歉，你别这样子，你赶我出去了，我住哪儿啊？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江岩从来不是真的知道错了，他只是怕了。那就要看江少是选择打扫卫生呢，还是露宿街头呢？我选打扫卫生。像江燕这种人，最会依附强者，也最离不开江家的庇护，所以他早就知道江岩一定会选择留下，只不过直接把他赶出去实在太便宜他了。这一他要让江燕留在自己眼前，一点一点把前世欠他的全都还回来。哦，对了，王妈，江少前几天让订的那批深海龙虾是不是到了？直接喂狗吧。以现在江少的资金收入，应该付不起这笔食材巨款吧？就当我做好事了，帮你转赠他人。客厅里只剩下江岩站在原地，眼里的怨毒几乎快要溢出来。我会放过你的。可我不知道，江婉婉早就等着了。第二天一早，江婉婉正往教室走去，结果还没进门就被江岩拦了下来。一夜过去，江岩显然已经想明白了，硬碰硬，他现在根本不是江婉婉的对手，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换一种方式，低头认错，装可怜。江岩，好狗还不挡路呢？怎么，你现在连狗都比不上了？这话一出，江岩脸色明显僵了一下，可即便心里火气翻涌，他还是硬生生忍了下来。婉婉，我们谈谈。谈谈？我手语不好，还是算了吧。说完，他直接绕回江岩，准备离开。婉婉，我真的知道错了，要怎么样你才肯原谅我？听到这句知道错了，江婉婉终于停下了脚步。她抬眼，定定地看着江岩，看得江岩心里都生出了一丝侥幸。只要你肯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可江岩不知道，江婉婉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因为他心里太清楚了，江岩这种人嘴里的认错从来不值钱，他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先把他哄好，再慢慢把他手里的东西一点点骗回去。他心里打的还是江家股份的主意。既然如此，那他不如顺水推舟，亲手给他设个局。真的？做什么都愿意。江岩几乎想都没想，立刻拼命点头，因为在他眼里，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先稳住江婉婉，只要能把他哄回从前那个对自己唯命是从的样子，后面的事他自然有的是办法。那行，我要你当着所有同学的面扇穆小雅5个巴掌，你要是能做到，我就原谅你。这句话一出口，空气都像是静了一瞬，江岩脸上的表情也瞬间僵住了。你说什么？怎么做不到？你刚刚不是说做什么都愿意的吗？一句话直接把江燕堵在了原地，因为话是他自己亲口说的，现在反悔就等于当场打自己的脸。可是没有可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哦，对了，你晚上回家最好跑快点，不然就来不及干活了，可能会没饭吃哦。这句话像针一样狠狠扎在江岩最难堪的地方，可偏偏现在的他除了忍着什么都做不了。我答应，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好戏终于要开始了。第二天，江婉婉刚走进教室，所有人的目光就齐刷刷落到她身上，而她身后还跟着一个脸色难看、满脸愁色的江燕。阿燕，你怎么才来啊？你昨天没事吧？可江婉婉根本懒得理会这些人，进门后连停顿都没有，直接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坐了下来。江婉婉，你昨天太过分了！人家江燕平时那么照顾你，你居然抢人家的车，还把人踹下去。江燕心善不跟你计较，你一个佣人的女儿，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换做以前的江婉婉，早就被逼得抬不起头，可现在她只是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笑着，一句话都没说。好了，别说了。阿燕，你怕他干嘛？就要说，江婉婉，寄人篱下就要有寄人篱下的样子。连阿燕对你好一点，你就真当自己是主人了。可谁也没想到，听完这句话后，江婉婉非但没生气，反而直接笑出了声。寄人篱下这个词说得好，你们说了我这么久，怎么就不好奇我一个佣人的女儿是怎么命令司机把你们口中的江大少丢下车的？一句话直接把全场问住了，几名同学面面相觑，这会儿才突然发现这件事好像的确说不通。这确实有点说不通啊。肯定是你使了什么手段，也许那个司机收了你的好处也说不定。阿燕回去就会把那个司机开除。开除？你问问他有这个本事吗？江婉婉知道江燕已经被逼到墙角了，而现在就是她收网的时候。江燕，我让你做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做啊？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了。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还命令阿燕做事情，她怎么可能听你的？可她不知道，这句话恰恰成了压垮江燕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保住自己在江家的位置，江燕已经没有别的选择。穆小雅，
阿燕。可下一秒，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整个教室都安静了。穆小雅当场被打得目瞪口呆，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江燕那一巴掌落下去后，整个教室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阿燕，你打我！咦，这一声轻飘飘的，却像催命符一样砸在江燕身上。对不起了，小雅。3。这一刻，穆小雅终于意识到，江岩是真的要拿她换自己的体面。4。到了第5下，江岩几乎是把所有屈辱和怒火都发泄了出来。只听啪的一声，最后一巴掌直接把穆小雅扇倒在地。5。直到这时，周围同学才猛地回过神来，连忙冲上去，把地上的穆小雅扶了起来。江燕，你个混蛋！一时间，热闹的教室一下空了大半，而江燕站在原地，像是终于从刚才那5巴掌里回过神来。这下你满意了？满意，还不错。听到这句话，江燕眼底居然闪过一丝希望。那你是原谅我了是吗？那我们和好吧，好不好？可江婉婉只是低头看了眼那只抓住自己的手，眼底满是讽刺。原谅你倒是可以，毕竟你让我看了这么好的一场戏，没发现啊，你居然能自私到这种程度。穆小雅最后那句混蛋倒是挺衬你的。你，这是你今天请我看戏的报酬，应该够你打个车回家了。江婉婉，你打发要饭的呢你？怎么？你难道不是吗？江婉婉，你这样对我是不是因为那个顾时舟？这几天你们天天在一块儿，你是不是移情别恋了？想把我一脚踹开是不是？到了这一刻，江燕居然还觉得江婉婉做这一切是因为喜欢上了别人。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哦，还有，我要纠正你一句话，我的情可从来没在你身上过，何来别恋这一说呢？有空撒泡尿照照自己，不然时间久了，真忘了自己是人还是鬼了。说完这句话，江婉婉转身就走，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留给他。这一刻，他眼里的恨意已经快要压不住了。被当众扇了5个巴掌后，穆小雅彻底绷不住了，她一个人蹲在校园路边，哭得眼睛通红。而另一边，江岩也终于追了过来。比起心疼穆小雅，他更怕的是自己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关系就这么彻底断了。小雅，对不起，我……可穆小雅只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全是委屈和愤怒。哎呀，小雅，你就别生我气了，我真的是有苦衷的。苦衷？你有什么苦衷啊？你看你给我脸打的！江岩心里清楚，这种时候绝不能硬来，只能继续装深情，把自己摘干净。想啊，打在你身上，痛在我心里，我都心疼死了。我也是被逼的呀。你堂堂一个江家大少爷，谁会逼你啊？你是不知道。昨天我回到家，江婉婉一哭二闹三上吊，非逼着我跟你分手，不然她就去死。那就让他去死啊！他死了不就一了百了？这句话声音太大，江燕脸色都变了。小声点，你也知道我们江家最注重名声，要是在我家出了人命，让我爸知道了，肯定不会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我也是为了我们两个以后的幸福着想。一番话下来，江燕硬是把自己从打人的混蛋包装成了一个夹在爱情和家族之间左右为难的深情少爷。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当做给你的补偿，好不好？那我要上次让你陪我看的那个包包啊，那个多少钱啊？也不贵，就5万块。因为现在的他早就不是从前那个可以随便花江婉婉钱装阔的大少爷了。买！我最近跟朋友做了个投资，手上有点紧，你等我那边回款了，我立刻给你买。好吧，这样周末我请你吃大餐，你看怎么样？毕竟之前江婉婉为了给他庆生，早就在那家5星级酒店用他的名义充了20万，现在拿别人的钱来装自己的阔，对江燕来说早就轻车熟路了。不会又去那家酒店吧？那边的菜我都吃腻了。江燕，不然你带我去你家吃吧，我还没去你家吃过呢。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江家根本不是他说了算的地方。如果真把穆小雅带回去，一旦撞上江婉婉，事情只会更麻烦。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啊？反正以后都是要在一起的，带我提前去看看，怎么了？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先稳住穆小雅。反正只要挑江婉婉不在家的时候，把人偷偷带回去，也不是完全没机会糊弄过去。行，不过时间要我说了算。可他不知道，江燕嘴里的好从来都不是为了他，而江燕也不知道，他这一不思补救的棋，实际上已经在把自己往更深的坑里推了。喂，小雅，你不是要来我家吃饭的吗？今晚可以等你哦，亲爱的。显然，在他看来，江婉婉就算暂时占了上风，也不过是一时得意，只要他愿意，照样有办法在他眼皮底下继续耍花样。只可惜他根本不知道，真正要出事的人从来不是江婉婉。另一边，江婉婉并不知道江岩又在背后打什么主意。这会儿的他正坐在餐厅里和顾时舟面对面吃饭，周围安静又温柔，和他这些天经历的那些算计和争斗像是两个世界。时舟，今天怎么突然叫我出来吃饭啊？顾时舟只是笑了笑，没有立刻回答。下一秒，他抬手轻轻打了个响指，紧接着，一名服务员推着一个粉色蛋糕，慢慢停在了两人身边。婉婉，生日快乐！一瞬间，眼眶就红了。这么久了，我都不记得上次过生日是什么时候了。之前没有人陪你过吗？没有，爸妈常年在国外，每次我生日的时候，就只有江燕在我身边。可是那天，她总是会请很多同学到家里吃饭，同学们都以为是江燕的生日，她总是被忽略的那一个，甚至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得到过。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前世那些被忽略、被冷待、被抢走所有光良的瞬间，到底有多难熬。仿佛今天的主角从头到尾都是江燕。愣着干什么？走去。因为他终于明白，有些被忽略的委屈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我要吹蜡烛了。
有些迟来的珍惜，也真的能把一个人从冰冷的过去里拉出来。而这一次，他终于不再是那个被所有人忽略的人了。可他不知道，另一边的江岩也正把新的麻烦一步步带给回江家。烛光轻轻晃动着，江婉婉闭上眼，许完愿，终于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因为对她来说，这不只是一次生日，更像是把前世那些被忽略、被冷待的遗憾全都补回来了一点。石周，谢谢你，这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一个生日了。我还有礼物要给你。啊？还有什么？下一秒，顾时周把一个精致的礼盒递到了江婉婉面前。哇，好漂亮！但是这个包很贵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啊？我前段时间帮一家游戏公司开发了一款游戏软件，这个是用那款软件的盈利分红买的。你还没毕业就已经这么厉害了？他忽然发现顾时周不时温柔可靠，他比他想象中还要优秀得多。不过这个包实在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可还没等他递出去，顾时周就先一步拦住了。收下吧，就当做我的一点心意。再说了，你不是请我吃了好多次冰淇淋了吗？那才多少钱啊？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而江婉婉不知道的是，此刻的江家已经快要闹翻天了。江燕不但偷偷把穆小雅带回了家，甚至还叫来了一群同学，在江家摆起了排场。干杯！没想到你们家这么豪华，连餐厅都这么大。对啊，以后我们家小雅可是要享福了。你们放心，等我以后毕业了，一定给小雅最好的生活。一直喝饮料太没意思了。你们家这么有钱，一定有很多珍藏的好酒吧？对啊，今天不醉不归呗。可被人这么一激，江燕哪里还下得了台？怎么可能？王妈，去拿瓶红酒过来。可王妈根本不给她留脸，那些红酒可是大小姐的珍藏，我可不敢动。大小姐，是我一个表姐，之前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存放了不少酒在我家。我说呢，那表弟喝一瓶酒，表姐应该不会不同意的吧？让你去拿你就去拿，哪那么多事情？确实不该这么多事。听到这道声音，所有人看向门口，而站在门口的人正是江婉婉。江婉婉带着顾时周走进餐厅的那一刻，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安静了几分。谁都没想到，她不但回来了，还是和顾时周一起回来的。王妈，他们想要什么酒就给他们拿什么酒。在她看来，江婉婉嘴上再狠，心里终究还是在意她的，不然她又怎么会在这么多人面前主动给她留颜面？想到这里，江燕甚至忍不住在心里冷笑：顾时周算什么东西？怎么可能比得过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纠缠了10年的感情？我说刚刚感觉少了点什么呢？原来是少了佣人的女儿。她不就是佣人吗？她不在家里伺候着，怎么还到处乱跑呢？而她自己不过是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我让她出去办了点事。那是他前几天在店里一眼就看中的限量款包包，他当时求了江燕好久，江燕却一直推三阻四，现在这只包居然出现在了江婉婉手里，这不是我那天看中的那款包吗？阿燕，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之前还骗我说过几天买，原来是想今天给我一个惊喜，爱你。婉婉，我知道你今天是被阿燕派出去给我买包包了，既然已经送到了，那就给我吧，这个包这么贵，可不是你这种人可以拿。他见过不要脸的，却没见过能把别人的东西认得这么理直气壮的。只听啪的一声，穆小雅整个人都被打懵了。江婉婉，你干什么？赶快给小雅道歉！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他来抢我东西，我打他，不是天经地义。江婉婉，你太霸道了吧？那个包本来就是江少送给小雅的，你凭什么说小雅抢你东西？那个包是……因为他知道对付这种人根本不需要顾时周替他解释，他自己就足够让他们闭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这一句话直接把所有人的气焰都压了下去，而真正让他们闭嘴的还远不止这一句。眼看顾时周就要替自己出头，江婉婉却只是轻轻给了他一个眼神，因为他很清楚今晚这场戏才刚刚开始。没事，请你看场好戏。在他看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包的事糊弄过去，别再让场面继续失控。江婉婉，就一个包而已，你至于吗？赶紧把手上的包给小雅，我再给你买一个。一个靠着江家吃穿用度，连给穆小雅买个5万块包都要支支吾吾的人，居然还敢在这里装阔。哎呦，江少好阔气啊！不过这个包我确实不能给他。这样吧，你这么有钱，赶紧带着你的白月光再去买一个好了。现在去还能赶上商场没关门呢。你好了，阿燕，她一个佣人的女儿，估计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再说那个包被她碰过，我也不想要了，送给她好了。你看人家小雅多大气，乡下来的丫头就是看不得别人有好东西。好了，大家都别管她了，我们去喝酒。婉婉，你一个佣人的女儿，可不能在人家江家白吃白住哦。过来给我们倒酒吧。太欺负人了。可在江婉婉眼里，这帮人现在跳得越高，待会儿摔的才会越惨。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王妈，把酒给我。大小姐，这怎么可以？没事，给我吧。进口的罗曼尼康帝，这可是连真正的豪门都舍不得随便开的顶级红酒。他当然倒得起，可眼前这帮人未必喝得起，尤其是江燕。磨蹭什么呢？还不赶紧过来！来了。
可那笑意非但没让江燕安心，反而让她心里越发发毛。好了，各位，请享用吧。阿燕，这酒真的很不错。当然不错，毕竟这种酒根本不是他们平时能碰得起的一起的东西。下次你那个表姐来的时候，让她再多带一点，我到时候给我爸爸也拿2瓶回去。还有我也……可为了撑住场面，他还是只能硬着头皮接下去。好，都有都有。你们家关系够乱的，大表姐。大表姐的好戏登场了，别眨眼哈。可他说出口的话，却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既然大家对这个酒都很满意，那可以提前结一下账单了吧？一句提前结一下账单，餐桌都安静了。江婉婉，同学们好不容易来家里玩一次，你闹什么？家谁家啊？你家还是我家？再说了，又不是我请他们来的。一句话只直接把江燕噎了一下。切，你请我们还不来呢。对啊，我们可是看江少的面子来做客的。哇，江少你好有面啊！那这一顿饭是该好好请大家哈，让我来算算先。而他则慢条斯理地拿起桌上那瓶红酒，像是真的在替大家认真算账。这瓶红酒可是进口的罗曼尼康帝，按照这个年份来算的话，一瓶起码价值50万呢。50万3个字一出，江燕脸色瞬间就变了。小雅，你吃的这个燕窝可是价值10几万的呢。哦，还有这个10几斤的奥龙，可是刚从国外用专机运过来的，加上运输费用，估计也要5万块。还有这个，那副认真算账的样子，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总共是88万8888。哦，对了，本人的人工费是1小时8000块。各位消费了这么多，也算是我们家的大客户了，人工费就给大家免了。顾时周怎么都没想到，江婉婉居然能一本正经把这群人架到这种地步。按照我的生活费比例来说，我每小时就是这么多钱呀。江婉婉，你想钱想疯了吧？江少在自己家里吃饭，结什么钱？谁有人敢跟江少要钱吗？笑得意味深长，笑得江燕心里一阵发毛。下一秒，她抬起手，轻轻拍了2下，紧接着，管家从外面走了进来。江少，请问您今晚是现金还是转账？而他这一开口，就让全场彻底死寂。这一次，江岩想装都装不下去了。管家那句现金还是转账一出口，整个餐厅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阿燕，怎么回事啊？因为他知道，一旦这层窗户纸被彻底捅破，他苦心经营的大少爷身份就会当场碎得一点不剩。我们家规矩一向如此的，没事，我签单。签单？江少可要想清楚哦，你一天的工资只有200块，这一单签下去，就算你每天不吃不喝，要多久才能还清啊？让开！那眼神神冰的吓人，看得江燕心里一阵发毛，连刚提起来的气势都弱了下来。江婉婉，你至于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大家都是同学。同学怎么了？又不是我把他们请家里来的，法律上有规定，是同学就可以赖账了。他们突然意识到，事情好像从头到尾都和他们以为一罢不一样。怎么回事？难道她真的是江家的大小姐？但是法律上有一条规定是，未经主人允许私自进入他人宅院，叫私闯民宅，是要判刑的。还有，你们又是吃又是拿的，这个应该叫盗窃的吧？会判几年呢？毕竟他们只是想跟着江燕来长长见识，占点便宜，谁也没想过自己居然会惹上这种事。谁说我们未经主人允许？我们可是阿燕请来的。因为穆小雅这一开口，等于亲手把她架到了火上。别说了，闭嘴！阿燕，你怕什么？你可是江家的大少爷，这个家本来就是你说了算，警察来了也不怕。而江婉婉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是吗，江大少？那请你大声的告诉他们，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自己是主人，下一秒就会被当场拆穿。可要是说不出来，他这些年装出来的一切也就全完了。看着他这副模样，在场的人哪里还会不明白，所谓的江家大少爷根本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样子。而江婉婉也彻底没了再陪他演下去的耐心。管家，在，小姐。报警！也让在场所有人终于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的江家主人。报警！他比谁都清楚，一旦警察真的来了，今晚这场戏就再也收不住了。别报警，婉婉，我叫我大小姐。江婉婉这一巴掌不只是打断了他的话，更是把他那点不合时宜的称呼直接打了回去。大小姐，不报警也行。那这些钱你们谁来付一下？不然这样，你们一起拼个单，同学一场，我给你们打个8折。阿燕，你怕干嘛？要报警就让他报呗，正好让警察把这个神经病带走。精神病？对啊，你一天到晚黏着阿燕，动不动就1哭2闹3上吊的，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可穆小雅不知道，现在的江岩最怕的就是他这张嘴继续往外抖东西。你给我闭嘴！婉婉，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报警，别报警！现在知道错了，早干什么？这一挡，不只是挡开了江燕的手，更像是把我和过去那个任人拿捏的自己彻底隔开了。顾时周，这是我和江婉婉之间的事，我劝你少插手。
以后江婉婉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她，小心我揍你。可江燕显然不会这么想，那笑声听着刺耳又扭曲，像是终于抓住了什么反咬一口的机会。哦，我明白了，江婉婉，我说你最近怎么对我这么狠心呢？原来你早就跟他搞在一起了，还不肯承认。可他偏偏还不肯停。我告诉你，识相的就把钱给我，再跪下来给我磕个头认个错，否则我明天就让整个学校知道你江婉婉的私人生活有多不检点，看到时候江老爷子的脸往哪儿搁。这一句已经不是无耻了，而是彻底撕破脸后的下作和恶毒。江燕，这些年我真的是给你脸了，让你忘记了自己本该是个什么东西。今天我就来教教你如何成为一条寄人篱下的狗。来人，给我把他按住！江婉婉一声令下，江家几个手下立刻冲了上去，直接把江燕死死按在了地上。你们干什么？放开！放开我！他们为什么都听江婉婉的？难道江婉婉真的是江家的大小姐？江燕，江婉婉到底是什么人？你说啊！可江燕哪里还说得出口？因为到了这一刻，她那些靠谎言堆出来的体面已经摇摇欲坠了。江燕，看到了吗？谎言即便编织的再美好，也很快就会被揭穿的。这一巴掌是为了提醒你，想想10年前你是怎么来到江家的。这一巴掌是为了提醒你，当年你是怎样答应我爸爸的，又是怎样做的。记忆也在这一刻被硬生生扯回了10年前。那时候的江燕还只是个瘦瘦小小、满脸惬意的男孩。老爷，人带到了。小燕，以后婉婉就是你的小主人了，以后你可就对人了，可不能让婉婉受委屈。你们江家有守约，自己不承认。可谁也没想到，后来最先忘了自己身份的人，偏偏就是他。这一巴掌是为了提醒你自己该是什么身份，如何做好主人身边的一条狗。3巴掌打完，整个客厅彻底安静了。唉，打得我手都疼了。看在你今晚租让我这么爽的份上，答应你。他还以为江婉婉终于心软了。婉婉，你是不追究了是吗？我就知道你对我不会这么狠心的。他还以为自己今晚做小伏低，挨打受辱，至少换来了一条退路。王妈，东西拿来。下一秒，他直接把那张单子扔到了江燕面前，而江燕低头一看，脸上的那点笑容瞬间僵住了。看到地上的那张单子，江燕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那根本不是什么台阶，而是一张明明白白的欠条。欠条？对啊，你不是要签单的吗？欠条也是一样的，都是签个名字而已。江婉婉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把江燕送进警局？比起让她痛快进去，她更想把她留在眼前，一点一点把欠她的全都还回来。哦，对了，你今晚的卫生还没打扫吧？赶紧去吧，不然你什么时候能还上这笔巨款啊？那动作自然的像是理所当然，可落在江燕眼里，却比刚才那几巴掌还要刺眼。石周，你不是要陪我补课的吗？我们走吧。哦，对了，王妈，把家里那些不该有的脏东西都给我扔出去，另外找10个保洁，好好打扫一下屋里，多消消毒。我这个人啊，怕脏。是，这句脏东西说的再明白不过。可江婉婉根本不在意，挽着顾时周就上了楼。江婉婉，我不会放过你的。夜深之后，书房里终于安静了下来。顾时周坐在书桌前，认认真真的给江婉婉讲题，语气耐心，思路清晰。这一刻，他哪里是在补课，他分明是在补回自己前世错过的那些青春。这道题你明白了吗，婉婉？我在。不是要补习吗？你老盯着我干嘛？我是在补习啊。顾时周啊，做我男朋友吧。显然他怎么都没想到江婉婉会这么突然，这么直接。我这个怎么了？我长得不好看吗？好看。那你很讨厌我？没有。那你有女朋友了？没有。像是早就算准了他的答案。那你既然没有女朋友，又不讨厌我，还觉得我很好看，为什么不做我男朋友啊？而顾时周喉结滚了滚，明显已经被他逼得有些招架不住了。婉婉，女孩子要矜持一点，表白是男孩子的事情。说的也是哦，那你跟我表白吧，我答应。而江婉婉心里却在偷笑，跟他讲矜持，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婉婉，你听我说，我们现在还在上学，应该以学业为重。说的也是。那一下轻得像羽毛，却瞬间把顾时周整个人都亲懵了。那提前盖个章吧，等我们毕业了，你就做我男朋友。什么学业为重，在他这里，
喜欢的人先预定上才是头等大事。那笑意温柔又无奈，连他自己都没发现，眼底的宠溺已经快藏不住了。而另一边，江家客厅里的气氛却和书房里完全相反。想到今晚在那么多人面前被江婉婉踩进泥里，想到顾时舟挡在他身前的样子，江岩心里那口气就怎么都咽不下去，也彻底把他压了一整晚的怨毒全都逼了出来。江婉婉，等我出人头地了，我一定会让你跪在地上求我。可他现在说的再狠，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一刻的他不过是个被踩回原形还不甘心认命的失败者。气氛也难得安静下来。好了，时间不早了，别送了，再送下去，你一个女孩子回去，我不放心。好吧，刚才在书房里撩人的劲头那么足，这会儿真到了要分开的时候，他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那我跟你说的事情，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头就已经足够让江婉婉开心了。那明天见，未来的男朋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而警惕的神色，因为他知道附近还有人，而且对方已经躲了有一会儿了。出来吧。来人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笔挺西装，身后还跟着几名下人。而这个人顾时舟并不陌生，他是顾家的管家周叔。少爷，跟了我这么久，如果是劝我回去的话，周叔还是免开尊口吧。可周叔还是忍不住开口了。少爷，老爷他真的很想你，他希望您能回去。当初他背叛我妈，把那个女人接回家时，他就不再是我父亲了。他不是很喜欢那个女人吗？孩子以后有的是不差我这一个儿子。周叔，你以后还是不要来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少爷，老爷他病了，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他真的是为了骗我回去，什么都说得出来啊！这是老爷让我带来的遗嘱以及股份转让书，顾氏所有的股份将全部转入少爷名下。少爷，老爷真的时间不多了，至少不要让他带着遗憾离开吧。周叔的声音也越来越低，几乎带上了恳求。少爷，您就回去看看吧，就当周叔求您了。周叔，您别这样，我跟你回去就是了。可他心里最放不下的却不是顾家，而是江婉婉。他的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刚才在书房里的画面。下一秒，江婉婉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双手捧住自己发烫的脸，整个人都红透了。我的反射弧怎么这么长？这会儿才感觉有点羞羞的。原来喜欢一个人，连回想一遍都会让人心跳加快。在吗？我有点想你了。可手机那头却迟迟没有回复。怎么没回？难道是睡着了？江婉婉几乎想都没想。时舟。可电话一接通，传来的却不是他想听见的声音。是我？怎么连自己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爸，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我都要睡了。要睡了？我刚刚听你不是挺精神的吗？怎么谈恋爱了？你别闹我了。婉婉，我今天听管家说了，你今天做得很对，那个臭小子就是个白眼狼，爸爸支持你，我马上让管家给他赶出江家，免得碍了我闺女的眼。因为他忽然想起前世，自己为了江燕不顾父亲的劝阻，最后把父亲活活气病。爸，你别管了，我会处理好的。爸爸相信你，你放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前世他失去的太多，所以这一世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白，父亲还在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国？可座位上依旧空空荡荡。事实上，顾时舟已经整整消失2天了，没有来学校，也没有任何消息。难道那天晚上真的是自己太主动，把他吓到了？还是说他是在故意躲着他？下一秒，穆小雅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江婉婉，是你干的对不对？而且一上来就是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豪华至尊黑卡，全球顶级消费无限制，而这张卡当初本来就是他送给江燕的。为什么这张卡里所有的资金都被冻结了？如果我没记错，这张卡是当初我送给江燕的吧？你拿着我的卡来质问我，穆小雅，你的脸掉茅坑里了？什么你的？送出去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当初江燕把这张卡送给我，那它就是我的。是你的。那你给他解除限制好了，来找我干嘛？我不管，赶紧给我解冻！解冻？你当我是微波炉呢？解开让你继续花我的钱，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别动！你干什么？发个朋友圈征求意见啊，看看大家同不同意我给你解开。花人家钱还这么理直气壮的。就是啊，真不要脸。
他原本以为攀上江燕这个江家大少爷，自己就能顺理成章过上富贵生活。可现在他才发现，自己抱上的根本不是大腿，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假货。就是一张卡吗？还给你就是了。江燕，小雅，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有点急用，不过我很快就会还你。他怎么都没想到，江燕居然已经狼狈到连钱都要跟自己借了。阿燕，江婉婉怎么能这样对你呢？我喜欢你，从来不是你的身份。若是他不愿意，直接告诉我就好了。我宁愿退出，也不愿你们两个闹成这样。早晚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让他好看。可是现在江婉婉停了你的资金供应，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先赚笔钱。赌？那万一要是输了？你放心，万一输了，你就说你是江婉婉的男朋友；要是赢了，岂不是赚了？而且我觉得婉婉也不是对你毫无感情。好。而穆小雅眼底也终于闪过了一丝得意。江婉婉刚一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一道凶狠粗暴的声音：江小姐是吗？你男朋友在我手里，备好钱过来赎人，不然老子剁他一只手。毕竟顾时周这2天突然失联，本来就让他心里七上八下。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我不会放过你的。电话那头的人一听这反应，顿时更加确定自己这通电话打对了。可江婉婉不知道的是，这从头到尾根本就是一场冲着他来的局。他嘴角带伤，脸上也挂了彩，明显已经被人教训过一顿。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在意我的。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江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失敬失敬。而江燕一见对方态度转变，刚才那点狼狈立刻就没了。我都说了，我女朋友有钱，你们还不信？我女朋友还没来，再陪小叶玩2局。是，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伺候上？可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等着他的不是救场，而是更狠的一耳光。一路上，他脑子里想的都是顾时周，他怕顾时周真的出事，怕自己还是晚了一步。顾时周！而是正坐在牌桌前赌得热火朝天的江燕。婉婉，你来了。江燕，怎么会是你？对啊，没想到你还是在意我的。是啊。这一巴掌又快又狠，直接把江燕扇飞在地上。我在意你妈！呸！连赌场里那帮见惯了大场面的人都当场看傻了。老大，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江大小姐，你的男朋友在我这场子里输了500万，既然您已经把钱带来了，我也不会为难他，钱留下，人您带走。谁说我要带他走的？他不是你男朋友吗？他说是就是啊。你脑子没泡吧？那我还说我是你妈呢，叫声妈来听听。臭丫头，你！婉婉，你这是干什么？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样，你把钱先给他们，我们回去要打要骂都随你。到了这个时候，江燕竟然还觉得自己撒个软，他就会继续替他收拾烂摊子。回去，江燕，你还真是不长记性。之前你冒充江氏大少爷，被揭穿后，现在又冒充是我男朋友，你不过就是一条被江家捡回来的狗，你也配？江婉婉，我都这么求你了，差不多行了。你从小不就一直黏着我吗？明明就喜欢我，你男不是我，那是顾时周。那你今天干嘛还出现在这里？他确实以为出事的人是顾时周。我以为是你们要吵架回去吵去，我没时间在这跟你们废话。我告诉你，要么留下你的钱，要么留下他的手。可以啊，把钱留下。婉婉，我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我就知道。我说的是留手。哦，对了，你们要是砍他手的话，那麻烦把他另一只手也砍掉吧，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我就当买1送1送给你们了。江婉婉，你不可以这么对我。我怎么对你了？这钱是你输的，赌是你打的，我做什么了？我他的手你们还要不要了？要剁就快一点。来的路上我已经报警了，不然一会儿警察来了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他不是傻子，到了这一步哪里还看不出来自己今晚是被江燕当枪使了。臭小子，你敢骗老子！我今天先放过你，我劝你赶紧想办法把钱还上，不然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臭丫头，算你狠，我们走。而这一刻，江燕终于彻底慌了。她很清楚，赌场的人今天虽然走了，可这500万绝不会就这么算了。婉婉，你帮帮我，求求你了，不然他们真的会打死我。滚开！婉婉，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帮帮我。我保证以后一定不赌了，你帮帮我。如果是前世的江婉婉，看到他这副模样，或许真的会心软。可这一世，他早就看透了，江燕这种人从来都不是知道错了，他只是走投无路了。
江燕，正是因为念在从小一起长大，我才没有立刻将你赶出江家。本想着养条狗和养个你也没啥区别，但是狗还是靠看家，你呢只会败家。这句话像最后一记耳光，直接把江燕打得脸色惨白。可江婉婉却已经懒得再看他。管家，回去后把江燕的东西收拾好，给我扔出去，以后禁止她再踏入江家一步。这一句话彻底断了江燕最后的退路，像是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次是真的完了。可他的心却一点都没轻松。原本今晚接到电话时他会那么慌，不只是因为害怕出事，更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终于彻底认清了一件事，他是真的在意顾时哲。可现在出事的人不是顾时周，他本该松一口气才对，因为比起确认江燕又作死，他更想知道顾时周现在到底在哪儿，他为什么突然不见了，又为什么一点消息都不给他。时周，你到底去哪儿了？江燕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整个人又急又慌，彻底没了以前那副江家大少爷的样子。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让我进去！滚！那一声像是彻底斩断了江燕最后的退路。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现在能抓住的似乎只剩最后一个人。萧雅，是我阿燕，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无家可归了，你帮帮我。江燕，我一直觉得你挺废柴的，是你自己没用，我怎么帮你？以后别再来烦我了，恶心。喂，穆萧雅，穆萧雅！可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死寂。这一刻，他终于也尝到了被人用完就丢、彻底抛弃的滋味。从回到房间开始，他就一直抱着手机，不停给顾时周发消息。顾时周，你到底在哪儿啊？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说话别装死。顾时周，如果你再不回我，我移情别恋，再也不理你了。因为他的突然失联，已经快把他逼疯了。此时，顾时周却突然发来消息：我们可是盖过章的，不准找别人，等我。悬了一整晚的心也终于落了下来。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危险已经悄悄盯上了他。而真正的好戏也才刚刚开始。这一刻的他早就没了理智。都是你，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我也不会去赌，也不会被赶出江家。江燕，你冷静点，我喘不上气了。你杀了我，你也跑不掉的。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我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你看我落魄了，就想甩开我。钱呢？把钱给我，不然我掐死你。我给，你先松开我。跑！我让你跑，让你跑！钱呢？把钱给我！别打了，我不跑了，我给你，我全都给你。那副样子狼狈又可笑，他太清楚了，如果今天让江燕就这么走了，以后他只会回来的更疯更狠。而草丛里只剩下江燕满身是血的倒在那里，生死不明。车门打开后，江父从车上走了下来。老江，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想死你了。叫我什么呢？没大没小。老爸。我女儿想我了，我能不回来吗？爸爸这次回国给你带了好多礼物，都是你喜欢的。谢谢爸爸。前世他没能好珍惜父亲，这一世每一次这样平凡又温暖的相处，对他来说都格外珍贵。对了，我这次回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啊？你还记得爸爸跟你说过，在你小时候给你定的那门亲事吗？啊，不记得了。上一世他为了嫁给江岩，硬逼着父亲退了这门婚事。这一世他一门心思扑在顾时周身上，竟直接把这个从没见过面的未婚夫忘到了脑后。星耀集团的太子爷今天回国了，你回去收拾一下，去参加他的回国宴。你收收你的小性子，可别到时候给我丢人了。爸，如果说我……没有如果，你今天要是给我出乱子，我就立刻停了你的卡。现在不敢说，回头再想办法。反正无论如何，他今天都得先见见这个所谓的太子爷，把话讲清楚。顾时周，你再不回来，可就真的大事不妙了。而他完全不知道，江婉婉这会儿已经快急疯了。少爷，客人都已经到了，您一会儿出席的礼服稍后会送到您的房间。知道了。原来江父口中那个刚回国的星耀集团太子爷，不是别人，正是顾时周。因为他知道
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再次见面，只不过这一次是以另一种身份。他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尽快见到这个所谓的太子爷，然后把婚约的事情当面说清楚。显然真到了这一刻，他又有点犯怵了。今天无论如何，他都得把这件事解决掉。不管了。他还以为是酒店送礼服的服务生来了。把衣服放门口就好了。我说的没听到吗？还要我说第二次吗？顾时周彻底无语了。这一下，江婉婉那点小脾气也被彻底激了出来。这人什么态度啊？这么久了还不开门？本小姐事态火急，今天非进去不可。江婉婉一个没收住，整个人直直朝前扑了过去。空气瞬间安静了。完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什么都没看见。你先别讲话，你听我说完。我知道我们俩从小有婚约，但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你也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你，咱俩就这样保持着挺好的。我男朋友容易吃醋，所以我是不会同意跟你在一块的，就这样。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先把婚约的事实说清楚，然后赶紧逃离现场，不然再多待1秒，他都能当场尴尬死。尤其是那句“我男朋友容易吃醋”，简直让他又好气又好笑。我爱吃醋，江婉婉，你倒是什么都敢说。他一边扶着墙喘气，一边捂着胸口，整个人都还没从刚才的社死现场里缓过神来。哎妈，吓死我了！虽然他连对方的脸都没敢看清，可那个声音却莫名让他觉得熟悉，像是在哪里听过。很想你，恨不得马上见到你，连耳根都跟着红了。甜言蜜语，定位发你，来这里找我。既然顾时周回来了，那事情就好办多了。华灯璀璨，名流云集，整个宴会厅处处透着奢华和排场。不愧是星耀集团太子爷的回国宴，光是这场面就已经将把普通豪门甩开了好几条街。江婉婉，你到底在想什么？他现在可是有顾时周的人了。再说了，万一这个太子爷长得肥头大耳，是个猪头3怎么办？哪有顾时周养眼？穆小雅，你怎么会在这儿？他当然是来看戏的，最好还能亲眼看着江婉婉在这种场合出丑。今天可是星耀集团太子爷的回国宴，这么大的宴会，整个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出席。你说了这么多，那我想问，你是以什么身份进来的？哦，我忘了，你虽然没头没脸，但是你有身子啊！你身上哪个名牌不是靠这本事赚来的？扭扭屁股，摸摸胸，这钱来的可比我们快多了。对了，你那个形影不离的江岩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啊？难不成是他满足不了你，被你甩了？江婉婉，我知道江岩一直对我不错，你很嫉妒，你想要还给你就是了。本小姐扔出去的垃圾可没有收回的道理，你这么喜欢捡垃圾，还是自己留着吧。本小姐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了。你口中的男朋友是谁啊？是那天拥抱的老男人，还是消失已久的顾时周啊？而江婉婉嘴上还能撑着，心里却已经有点发堵了。顾时周，你怎么还不来？顾时周，可下一秒走进来的却不是顾时周本人。在场宾客一看到这阵仗，立刻就认了出来。快看，星耀集团的人来了！您就是江小姐吧？我是，您是？我是星耀顾氏的管家，您可以叫我周叔。这哪里是什么普通见面礼，分明就是把豪门排场直接砸到了所有人面前。这是我家少爷送给江小姐的见面礼。不用这么客气吧？江小姐是我们少爷的未婚妻，也就是未来顾氏的少奶奶，这些都是应该的。未婚妻？他那天在房门口都把话说得那么清楚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太子爷居然还整这么大声场。江小姐，我们少爷一会儿就到，让您久等了。不久等，不久等，他慢点来就行。尤其是穆小雅，脸色难看的几乎快扭曲了。江婉婉，没想到你的私生活这么乱啊！前面吊着江燕，后面勾搭着顾时周，现在又出来一个什么太子爷，这些要是曝光出去，江氏大小姐生性放荡，脚踏3只船，
你说他们几个还会不会要你啊？只听啪的一声，穆小雅直接被打偏了脸。江婉婉，你敢打我？怎么？我是第一次打你吗？有什么不敢的？江婉婉，我跟你拼了！距离太近，动作太快。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一瞬。顾世川，你没事吧？没事。哟，这不是江大小姐的2号备胎吗？顾时舟，你可别被骗了，人家现在可是星耀太子爷的未婚妻，就你这样的就是玩玩罢了。今天怎么穿的这么体面？你不会是来跟太子爷争宠的吧？穆小雅，闭上你的臭嘴巴！你家厕所堵住了，没地方拉也不用往外吐吧？我告诉你，我心里只有顾时舟，什么太子爷太子妃的我不稀罕。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你要是喜欢，你上啊。顾时舟，你信我，我只喜欢你。江婉婉，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可别后悔。等我嫁进了顾氏，你就等着羡慕吧。我求求你，快点让我羡慕吧！你就那么确信太子爷能看上你？男人嘛，不都一样吗？哪个不喜欢漂亮的？他能看上你，为什么看不上我？万一对方要是一个肥头大耳的猪头三，你也不在乎？女人的青春就这么多时间，顾时舟是很帅，又有什么用啊？帅能当饭吃吗？等到你变成黄脸婆的时候，你就知道嫁给金钱才是最明智的。原来这个太子爷在他眼里是个存钱库啊！反正你刚刚说了不跟我抢，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你放心，如果这个太子爷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是个眼歪耳聋的怪物，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那如果他不是，你打算怎么做？那我也只要我的小周周一人。这一吻不只是当众表态，更像是在告诉所有人，什么婚约，什么太子爷，都比不上顾时舟。恶心！是的呀，我们都这么恶心了，你还在这看什么呀？还不赶紧找你的太子爷去！江婉婉，你别得意！而他这一出一出现，也意味着今晚真正的大戏马上就要揭开了。你们在干什么呢？他脸上装的一副着急又委屈的样子，实际上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周管家，您可来了，我刚刚正在劝婉婉呢。你刚刚替太子爷送来了礼物，这个江婉婉就立刻把他的野男人叫来了。野男人？是啊是啊，他倒不是怕自己出事，他是怕顾时舟被自己连累。顾时舟，你跑得快不快？应该还行。怎么了？形势不妙，一会儿听我指令。啊？太子爷对他那样好，我就劝他赶紧跟那个野男人散了。没想到他还骂太子爷是个肥头大耳的猪头三，眼歪耳聋的。如果我再多说一句，他就要打我。我这也是为了顾氏的颜面着想啊！要是太子爷真的被戴上了绿帽子，星耀集团岂不是颜面扫地？居然有这种事，太不像话了！即便她是江家大小姐，也不能这样侮辱我们家少爷。而穆小雅站在后面，眼底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准备好了。婉婉，你到底要干嘛？这一脚把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拦住他们！出口一瞬间就被封住了。完了，这回好像真的跑不掉了。这一刻，江婉婉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她闯祸了。周叔，您听我狡辩，不是，您听我解释，这个真不关时舟的事啊！你实在不解气，就罚我一个人吧，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可周叔看着他，神情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少爷，少爷。而顾时舟眼底分明带着笑。不好意思啊，周叔，婉婉她不是故意的，我替她向您赔个不是。唉，少爷言重了，不过江小姐脚下再用点力，我这把老骨头可就要见阎王了。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再跟你解释。怎么可能？他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穷酸学生，怎么可能是星耀的大少爷？周叔，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请你对我们少爷尊敬一点。像你这种没教养、没素质的野丫头是怎么混进来的？去，给我查查。是。那眼神平静，却带着从未有过的压迫感。闭嘴！不好意思啊，我跟你眼中的那些男人不太一样。我的女人虽没你好看，但在我眼里却美若天仙；虽没你身材有料，但她内心善良，在我眼里视若珍宝。我眼不歪耳不聋，所以啊，并非穆小姐的良配。什么意思啊你？你是在夸我还是损我呢？那你刚刚还说我是肥头大耳、猪头三呢？我怎么知道是你啊？他不明白为什么好事总是落在江婉婉头上。穆萧雅，在学校你就一直欺负婉婉，这笔账还没跟你算。今天在我顾家的地盘，你居然还是不收敛。没关系，新账旧账，我们一起算。他已经懒得再给穆小雅留半点情面了。这里不欢迎你，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并以顾氏集团的名义通知下去，哪所学校哪家公司敢收他，就是跟我顾氏作对。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刚才还做着嫁进顾家的梦，下一秒就要被顾家亲手封杀。放开我！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放开！这一变故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了一下。请问哪位是江婉婉？是他！警官，快把他抓起来！你就是江婉婉？我是。江岩，你认识吗？认识。2天前，江岩遭人袭击，至今昏迷未醒。我们接到举报，有人说你长期虐待江岩，指使他人行凶，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警官，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警官，您说我指使他人行凶，有什么证据吗？是人抓到了，还是摄像头拍到我了？没有，那个地方正好是监控死角，所以我们也是接到举报，按照流程正常，请您配合调查。在他看来，只要江婉婉进了警局，后面的文章他有的是办法做。明白。警方的工作，作为市民应该配合才是。婉婉，放心了。不过我这里倒是有一份证据，不然您先看看再说。因为他最怕的就是江婉婉手里真的握着什么能翻盘的东西。周叔，在我车上有一个文件袋，麻烦周叔帮我取一下。他像是早就在等一刻。这个呢，是我这些年转给江燕的所有转账记录，以及江燕的消费记录，上面明显记载着江燕这几年的生活到底有多潇洒。说我长期虐待江燕，警官，您见过用钱虐待的吗？这些能证明什么？那些钱都是你自愿给的，也许就是你因为江燕对我好，心生怨恨，才恶意报复，找人重伤的。没事儿，别着急，证据呢，肯定不仅仅只有这些。当初我把江燕赶出江家，她多次回来对我进行骚扰，为了我的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一直让人跟踪着她。看，他都自己承认了，他派人袭击的江燕。穆小雅，我话还没说完，你插什么嘴？你这么希望是我做的，难道你知道些什么？你别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等的就是穆小雅这一下露怯。虽然我没有抓到凶手，但是我的人在现场找到了这个。而穆小雅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就变了。一枚徽章能代表什么？是不能代表什么，但是我们学校的校徽都是定制的，每一枚徽章的背后都刻有学生自己的名字。想知道这枚徽章属于谁，只要翻过来看一眼就明白了。难道那天慌乱之中，真的把徽章掉在了现场？穆小雅更是紧张的，连呼吸都快停了。整个人扑通一声跪到了警察脚边。警官，我错了，我不是有意的。江小姐，这个徽章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不好意思啊，警官，可能是我拿错了。他当然知道那枚徽章上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本来就是他故意拿出来诈穆小雅的。穆小姐，您刚刚说您什么错了？我刚刚是说，都怪我，要不是我跟江燕在一起了，也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来。警官，请你一定要对婉婉从轻发落，我相信她一定会改过自新的。演吧，再不演，怕是就真的没机会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江小姐，那就辛苦你跟我们走一趟。警官，先别着急，我的证据还没给完呢。而江婉婉也终于把目光重新落回他身上。穆小雅，你确定
你对江燕受伤的事情一无所知。我怎么知道？不是没给过穆小雅机会，是她自己不珍惜。我这里有一段视频，也是那天拍到的。江婉婉提供假证据，欺骗警方，也是违法的。把他抓起来！什么？凭什么抓我？你是说江燕她出院了？他不能让父亲担心，也不想让顾时遮现在就知道江燕的事。我知道了，我发现他的行踪，会立刻通知您的。可他更清楚，继续待在家里坐以待毙，绝不是办法。谁的电话？广告推销电话，一天几个的打，真的烦死了。时周，你陪我出去逛逛吧，我想吃冰激凌了。好，你这孩子多大了还吃冰激凌？伯父，我先去开车。这一趟出去，恐怕不会只是吃个冰激凌那么简单。那疼痛来得又快又狠，像有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他的心脏。药已经空了。顾时周咳了一声，在摊开掌心时，手里已经是一片刺眼的鲜红。你为他做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我爸病重，我回去看他了。就是那位风靡全球的新药集团总裁顾胜，顾老爷子。他是我父亲。这一刻，江婉婉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你怎么不早说，还装穷？我还真以为我捡了一个落魄学霸，可以过一把爽文女主的瘾呢。结果你告诉我，我居然拿了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本子，我才是那个弱鸡。你也没问过我啊，而且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穷。虽然我跟我爸关系不好，但是生活费他还是没有亏待过我的。毕竟仔细想想，顾时周好像还真没亲口说过自己穷。算了算了，只要你平安就好。顾时周，你相信重生吗？他只是转头看着他。我信。原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啊，太好了。小周，婉婉从小被我宠坏了，我还担心她会拒绝这门亲事。这下好了，等我以后就算不在了，也能跟你妈妈有个交代了。爸，你说什么呢？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你呀，不气我，我还能多活几年。小周，婉婉有些任性，以后可能需要你多担待。伯父言重了，以后能换我来宠他，是我的荣幸。这一句话听得江婉婉耳根都微微发热了。我去接个电话，你们先聊。喂，你好，吴队长。江婉婉神色一变，整个人都僵住了。你说什么？你是说江燕她出院了？他不能让父亲担心，也不想让顾时遮现在就知道江燕的事。我知道了，我发现他的行踪，会立刻通知您的。可他更清楚，继续待在家里坐以待毙，绝不是办法。谁的电话？广告推销电话，一天几个的打，真的烦死了。时周，你陪我出去逛逛吧，我想吃冰激凌了。好，你这孩子多大了还吃冰激凌？伯父，我先去开车。这一趟出去，恐怕不会只是吃个冰激凌那么简单。那疼痛来得又快又狠，像有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他的心脏。药已经空了。顾时周咳了一声，在摊开掌心时，手里已经是一片刺眼的鲜红。你为他做这一切，真的值得吗？因为他知道出现在身后的人是谁。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就是想看看你用50年的寿命换回他的重生，可是你们最终不会走到一起，短暂相聚后依旧会分离。你不后悔？原来江婉婉的重生从来都不是意外。我和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你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只要能陪着他，哪怕只有1分1秒，我都已经很知足了。你说过要替我保密的。你放心，在你死之前，我们之间的协议依旧作数。他来了，不要让他看到你。等了很久吧？
等我女朋友多久都得等。你脸色怎么这么差？不舒服吗？哦，没有，可能是我昨晚没休息好。我们走吧。难得出来一趟，他很快又把那点疑虑抛到了脑后。江婉婉笑得比谁都开心。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那是，我可是抓娃娃小能手。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有人一直在跟着他们。那动作很快，可还是被他捕捉到了。怎么了？石周，我有点累了，走不动了。你能去前面帮我买一下冰激凌吗？我在这儿等你。好，你别乱跑，我很快就回来。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己恐怕又要一个人去面对了。地上只剩下他刚刚还抱在怀里的那堆娃娃，散落的到处都是。婉婉，还没等他继续找人，一道熟悉又冰冷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了过来。他的生命值正在消失。你说什么？你不是说只要跟你做了交易，他就会平安度过这一生的吗？什么叫他的生命值正在消失？我提醒过你，是你妄想相守，心中产生了不舍，所以这是惩罚。他一直以为只要自己守着秘密，只要自己克制情感，就还能多陪江婉婉一点。原来是我害了他。他眼圈通红，眼底全是压不住的泪意和杀气。你想要我的命，我可以给你，你随时都可以拿走。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可比起身体上的疼，更让他心底发寒的是站在他面前的人江燕。江燕，你这样子是犯法的，你冷静一点。可江燕哪里还听得进去？妈的臭婊子！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教训我啊？老子都这样子了，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刺鼻的味道瞬间在仓库里弥漫开来。江燕，你干什么？你冷静点，你好好想想，你还年轻，你还有大好的人生，你别做傻事。大好人生？哈哈，江婉婉，我的大好人生都被你给毁了！你听话一点，不好吗？只要你继续养着我，我也会好好对你的。可是你为什么偏偏对我这么狠？昏暗仓库里，那一点火光映在江燕脸上，让她的笑看起来像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不要！下一秒，一道熟悉的身影冲了进来。住手！住手！石周。紧接着，他把匕首死死抵在了他的脖咙上。别动！顾师长！江燕，你放开他，有话好好说。顾师长，我怎么把你给忘了？要不是你，婉婉也不会离开我。是你教他这么做的，所以最该死的人应该是你。都是我的错，所以你放了他，我来做你的人质。不要，顾师长，不要过来！别动！顾时周只能强迫自己停下。江燕，你好好想想，婉婉以前是怎么对你的，你都忘了吗？他对我一直都很好的，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就像一个乖乖的小兔子一样。是啊，只要我不在了，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的。所以你放了他，有什么气你冲我来。顾时周，你别骗我了，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他现在心里只有你，为了你，他居然想让我死。你想用你的命来换他的命，让他永远记得你。你休想将跟我这样的人死在一起，是你没想到的事情吧？你疯了！我是疯了，我是太爱你了。你爱的不是我，你爱的是那份虚荣。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江婉婉被他勒得几乎喘不过气。婉婉，让我们一起上路吧，在那个世界，不会再有人拆散我们了。而顾时周看着这一幕，瞳孔骤然收紧，眼底第一次真正露出了惊恐。吴队长，他等的就是这一瞬间。妈的，臭娘们儿，敢骗我！顾时超！那么想死，老子成全你！一切发生的太快，江婉婉甚至来不及反应。里站着一个身披斗篷的黑衣人。你不是说从不跟将死之人做交易的吗？顾时超，你说什么呢？你别吓我，我不许你死！别哭了，再哭就不好看了。不好看就不好看吧，反正你也不要好看的，你别说话了，我带你去医院，你不会有事的。来不及了，月婉，对不起，我骗了你。我和你的相遇
不是偶然。那时的江婉婉浑身是血，躺在顾时舟怀里，气息奄奄。婉婉，为什么会这样子？他阳寿已尽，这是他该有的结束。年轻人，你可愿用你余下的生命换他重生？我愿意，我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你能让他活过来。他看到的正是重生后的江婉婉在教室里第一次当众反击江燕的画面。闭嘴！那一刻，顾时舟就知道他真的回来了。江婉婉看着怀里奄奄一息的顾时舟，眼泪彻底失控。你这个傻子，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一生最不该失去的人，从来都不是别人，而顾时舟靠在他怀里，气息已经越来越弱。上一世我就好后悔，如果我可以早点找到你就好了。不过这样也值了，就是老天给我的时间太少了。你别说了，求求你别说了，你流了好多血，我们去医院好不好？因为他才刚刚抓住这个人，才刚刚知道原来自己被这样深地爱过。婉婉，忘了我，好活着。顾时舟死了。顾时舟，你不可以这样丢下我！你起来！他已经死了。可江婉婉只是把顾时舟抱得更紧。明知是另一场生离死别，还是不顾一切的来找你，愚蠢的人类！你将生死当作游戏，你根本不配评判我们之间的感情。随你怎么说，我答应过顾时舟，会抹除你与他之间的记忆。那力量一出现，连空气都像冷了下来。我不要，因为他没想到，到了这个地步，江婉婉竟然还敢反抗。你说什么？他不甘心，更不接受。如果这一世的代价是眼睁睁看着顾时舟为他去死，那他宁愿重来一次，哪怕再赌一回命运。我要跟你做场交易。下一秒，那道他恨到骨子里的声音再次清清楚楚传进耳中。江婉婉，别在这傻站着，我说的你听到没有？江婉婉，你搞什么耳聋了？他回到了还来得及救下顾时舟的时候。太好了，我回来！你有病吧？什么回来了？还不赶紧去买咖啡！只听哗的一下，江燕当场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老娘没时间，你自己去买吧。我操，什么情况？江燕，你没事吧？等等，我怎么感觉他不是第一次泼我了？啊？这一次换他来找顾时舟。顾时舟！难道黑衣人给他的信息是错的，还是说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难道黑衣人给我的信息不对？他不在这里吗？江同学，你在找我吗？站在他身后的正是活生生的顾时舟，是他，真的是他。